唐教育长，这是何意？你有证据证明是我邵某人拦的吗？邵某人一向严守空军训条，对空军走私案绝不敷衍了事。邵副主任，你的香港户头每个月进账3两黄金，这些钱是方副队长给你的吧？唐时珍呐，你是疯狗，连我也敢咬。坐下，别着急啊。飞机一响，黄金万两。你我都是在生死线上混的人，你记住了。我唐时珍认的兄弟，我一定护着。要不然校长夫人多次在找这个炮灰，你不照样是安然无恙吗？白督办，一会儿该怎么站队，你应该很清楚。中央对滇军的态度，我会亲自出面，放100个心。唐时珍，你固然是个好说客，但是你没有投票权。2比1，你输了。你们知道我前些日子去了重庆，黄主任的手谕不是这么好拿的。念乔，你不用太担心。此次张队长担下了全部的责任，就算会审厅会做出什么不利的宣判，也终将发回重庆终审。你放心，我父亲很赏识韩光中队，他不会停止任职的。李政委，谢谢你。你不用谢我。这次我不只是为了救你。你越是纵容张启，张启总有一天会成为你最大的祸事。我只是想送你4个字：养虎遗患。报告，教育长，几点？昨日，日本海军向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发动突然袭击。今日，美国、英国正式向日本宣战布告。日本军阀素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。数年以来，中国不顾一切牺牲，继续抗战。此特正式对日宣战，昭告中外，所有一切条约、协定、合同，有涉及中日捐支关系者，一切作废。今天才宣战，那这10年的仗不是打得不明不白的呀？现在终于算是宣战了。如果没有美利坚、英吉利的宣战，是不是咱们这个政府就不敢对日本宣战呀？哎，这美利坚也宣战，对张启那个案子，会不会有些影响啊？哎，曾兄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飞机炸不着我的地方。哎，你又跑啊？跑什么跑？我这是转移。好好好，你转移吧。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张琪，
军委会判决结果下来了。我父亲跟我说，美国志愿队将会改组，我方战斗人员组成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各一大队，并入美国第23驱逐机大队，受美方指挥。美国会在3个月内提供298架战机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有飞机，也有飞行员了。你是说，不再需要航空中队，不再需要队长了，是吗？念桥，有一位大人物的座机需要位副机长，你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查展边独立中队韩光中队长张启，虽屡有破敌，建有军功，但个性狂妄乖张，军律不整，且同情共党，立场不稳，不适合继续留在空中作战部队。自即日起，保留军籍，取消军衔及职务，转入本校机械科，继续接受内部政训审查。韩光中队各队员并入其他大队，现役霍克3战机逐批退役。我会马上调离你离开昆明，远离陆子怡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他查你，你就查他。他这个人也不干净，一查就会倒。如果你查到证据，告诉我，我绝不会放过他。是，张启遵令。教育长，张启追随教育长7载，下次见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我走了，教育长，保重。老伙计，你也要退役了。什么时候咱们再最后飞一次？对不起啊，总让你替我担心。别那么说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你的伤还没有好完全，天气还这么潮湿，这一次能不能让我陪你去啊？我会洗衣做饭，我可以照顾你的。只要我还在，所有的家务都只能我来做。我要我的海棠，永远是那个快乐的。会发自由宣言的小姑娘。张启哥哥走了。爱上飞鹰的人，注定要习惯分别。
一寸山河一寸血，10万青年10万军，10万青年10万军。同学们，富华大学自北平南迁以来，一直以治学为己任。当下战火虽残酷，仍不可放弃治学啊！以此才能实现战后民族复兴之大任。重庆政府不可以眼前战事令学生成为炮灰，如此做法，可曾考虑国家之未来？这次鼓励学生参军是校方自己提出来，那仗都打成这样，他们要是不上战场，那这个国家就没有未来了。同学们，重庆政府热衷内战，因此，学校这次推荐大家去的是阿尔法部队进驻缅甸作战，或是参加同一团，随同美国航空队做随军翻译，同为参军，其结果怕是不同。同学们，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，你们还年轻，你们现在的任务是读书，当以学业为重啊！好了，只要是打侵略者，我就去。你，老师，我报名，我也报名。冷静，我姓李。同学们要冷静啊，同学们。大荣啊，你可得想好了，你都这岁数了，去参加青年军。师兄，我都不嫌你岁数大，你还嫌我年纪老？有没有说嫌你年纪大？我只是说呀，你这个想法过于鲁莽了。师兄，你怎么跟重庆政府一样，骨气不足，泄气有余啊？我们一路打败仗，依我看，就是因为政府腐败，部队不堪一击。现在盟国的先进武器我们也有了，我坚信，只要像我一样，更多的知识分子投入到前线的战斗中去，我们的部队就有可能发生改变，我们的战况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啊！我都知道。可是，你的专长是在教书啊，它不在打仗，对不对？你要不要再想想？的确，我是个教书匠，但我必须为保护祖国尽一份力。老同学，花来了。你又送花来了。哎呀，今天这花真好看。对了，你哪天走啊？明天走。这么着急？嗯。等一下。上次看你那支钢笔漏水，给你准备了一支。太好了，我正说要去买支新的呢，谢谢。老陈，以前每周都是你给我送花，明天你要上战场了，这束花送给你。谢谢。今日一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。战场上，你多保重。老同学，我对你的情感和对祖国的情感是一样的，无所求，只字不语。我给你敬个礼吧。再见了。再见。再见。
有敌机，快隐蔽！张富贵儿，张富贵儿，李进，李进，别动！别动！哎，张启，太好了！哎，我那儿有一个笔记本，你帮我带给康先生啊！千万别动，尼采索法雷了。保持脚部的压力。我让你动，你立刻把脚从鞋子里抽出来。那怎么行啊？你怎么办啊？这个压力变了会炸的。我数到3你就抽。1、2、3。把皮带脱下来。哦。皮带。用刀把地雷旁边土给掏出来。好。好了，现在我需要你用皮带缓慢地穿过地雷，一定要慢。哦。穿过去之后，用皮带给地雷施加一个压力，这个压力一定要足够大，少1分，地雷都会炸。能不能做到？能。我能。张启，我好了，你下命令吧。我数到3，我们一起放手。好，好。1、2、
3。张琪，没想到你这个飞行员还懂拆地雷啊！我现在已经不是飞行员了，是机械师。修了快3年飞机了，所以手脚还算灵活。而且以前我专门研究过送发雷。你怎么来滇西了？说来话长了。哦，对了，您身上有奎宁吗？怎么了？是病了，还是上次的伤没好？不是我用，是别人。是谁要用奎宁啊？喝水。父亲，父亲，这是疟疾吧？我也没有奎宁，这病可不好治啊。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？1个月前，来，这驼峰路线还是能分点好东西的。还飞吗？不飞了，我已经申请调回中北混合大队，今后啊，咱们俩用得在一起了。那你的坐接，我来负责，靠你了。对了，我们已经拿下了巴莫，中印航线夺回来指日可待了。现在最关键的是盟友，一旦拿下，中印公路和滇缅公路便能接通，中印输油管便能通油，作战燃油我们以后再也不缺了。想当年，黎中尉让你给大人物当副机长，你不愿意，反倒是去飞了3年生死驼峰。3年，好记不记得？左上已经批准建立空军军官学校，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。我接到命令，过来跟你会合。虽国军欲向国野大溃败，丢失了146座城市，提做空军基地，然莱特湾海战，日本大溃败，丧失了作战能力，后方滇缅印战场，我军反攻，效果颇丰。所以我们现阶段任务就是协助国军燃油工程，保障空中力量，夺回制空权。说起燃油，上个月，芷江一架 P51两两53返航途中发生燃爆，击毁人亡。3年来，加上428空战，这是第25起。我检查了油箱残骸，发现防爆剂是美国 Cox 公司生产的，性能很稳定。但是为什么还会发生燃爆？究竟是防爆剂的问题，还是燃油本身的问题？我做了调查，发现这25起事故中有一个共同点：所用的燃油都是从一家叫做长荣的贸易公司从缅甸金安油田进口的。又是金安？对，又是金安。他们用低价的低辛烷值燃油冒充高价高辛烷值燃油，赚取巨额的差价。如果是真的，那即使防爆剂没有问题，咱们的战机也可能会发生燃爆的危险。所以你的意思，并不是我爹犯错？对，我反复计算过，先生不可能算错。我现在还没有查到
静安油田的所有权登记，但是我查到了另外一件事情，这家长荣商贸的总经理叫陆兆明，这个人是陆子怡堂弟。陆子怡，又是他，你有什么想法？长荣商贸今年6月解散了，国内最后一家油库也发生了爆炸，我没拿到样本，我怀疑这家长荣商贸换了一个壳，继续给咱们的战机提供燃油。如果是这样，那像西山号，还有2253这样的事故，还会发生。如果真是陆子怡捣的鬼，那么就要取回燃油样本进行分析，得去一趟静安。我本来要飞红石，我明天补一份申请，我们一起去静安，明天就走。我们坠机前是在野芒山头顶，百里野芒山，千里乱坟岗。磁场这么混乱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又回到老位置了。这蚊子比 P40够大。走了。哎，好点了吗？这是恶性疟疾，这病我知道，还会复发的。咱们在哪儿啊？啊，对了，我包呢？在这儿，给先生的资料。保护好他。你先休息，一会儿咱们再出发。好。総年卿、中国の操縦士。あそこだ！殺すな！向こう探せ。あとはついてこい。队长，我枪里应该还有一颗子弹，把它给我。没想到你还清醒。给我。
给我，给我，把枪给我！中国，我被扶持空军，还没到最后一刻，怎么能轻言牺牲呢？张鲁同志，张鲁同志，过来，走。张鲁同志，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。我现在以空军军官学校中共临时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名义命令你，马上带着资料离开，啊！不合理的命令，我什么时候听过？队长，队长，队长，那这样，我们有纪念币，你要是输了，马上离开，行吗？啊！要是不走的话，我立刻开枪。大哥，老规矩，我们都是军人，愿赌服输。好，我跟你赌一把。好。这是二哥的纪念币，你帮不了我，用我的。经典百日，航空救国。选一个。好吧。好，我选。没得选。川沿い探せ。宁乔，没事。死不了，队长。你可真行。队长，把我放下来。你为什么不听命令？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，就是没能把二哥活着带回去。你觉得二哥现在能看见咱们吗？能。我还没问你呢，后来你是怎么回前营的？燕桥哥哥，你喜不喜欢我？我喜欢的。那是哥哥喜欢妹妹那样，还是启哥哥喜欢海棠姐那样？钱呀，其实我还没来得及跟他说答案。如果我们能活着走出野芒山，我一定会告诉他的。是啊。如果能活着回去，
这可怕的时间呐，他们在我的记忆里，还都是一群可爱的小孩子。真希望战争早点过去，在阴暗的树下，在急流的水边，逝去的6月和7月，在无人的山间，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，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。那刻骨的饥饿，那山洪的冲击，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，你们受不了，要向人讲述。如今，却是新兴的林木，把一切遗忘。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，你们死去，为了要活的人们生存。这是滇西战役的少年兵，仅嵩山一役就死了7000人，最小的才9岁。风雨起，它荆棘，像正义正朝夕，儿女情，泪别离，问归期，无尽期。新年一场热血，生与死魂一缕，赤诚雨的花开满地。你看那铁汉刚强怒举，出生必定追上，不舍山河失败曾平静一生，阑珊回眸念旧中存心，天边流。新年一场热血，生与死魂